这个普通的老妇人其实是个间谍，她会在店里贴出街头请求，等待同事来接取任务。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10多年，她真心的希望有一天自己不会再被需要。黄昏，西国最强间谍正在执行揭露敌国战争阴谋的肖行动。他伪装成医生，在当地组建家庭，潜入一所学校，任务顺利的进行着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从孤儿院领养的女儿阿尼亚其实是独行的超能力者。为了让自己单身不会被怀疑的公务员月儿，其实是个身手矫健的杀手。间谍、超能力者、杀手3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，互相隐瞒身份，平凡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又一次的任务做完后，黄昏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除了固定的任务，他每天还要额外完成几个突发任务。回到家后还要扮演虚假的家人，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累的。而他早出晚归，忙碌到不正常的行为，很快引起了最强八卦队邻居大妈的注意。佛姐一家很少一起在人前露面，导致大妈怀疑黄昏不是出轨就是失业了。暗中观察的黄昏直呼大意，忙于执行别的任务，却忽视了扮演家人。在伪装行动中，周围的丝毫怀疑和不信任都足以致命。于是黄昏狂奔回家，叫上老婆孩子，周末一起去水族馆玩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得先把自己的任务处理好。007的后果就是周末的黄昏已经是被一副榨干的样子了，在邻居面前还要扮演美满普通的家庭。一家3口来到地铁站，黄昏眼尖的发现便利店又贴出街头请求，顿时感到大事不妙。果然今天又有了新的额外任务。黄昏坚定地表示自己不接，要陪老婆孩子去水族馆。这不巧了吗？任务地点正好是水族馆。新型武器制造法的情报今天会在水族馆进行交接，这一项情报要是落在恐怖分子手中，不知会有多少人因此丧命。阿尼亚兴奋地在水族馆里又蹦又跳，一脸肾虚的黄昏最后还是接下了任务。不过让邻居看到他们家庭和睦的目标已经达成了，接下来只要挨过突发任务就行。但谁能想到邻居一家居然也来了水族馆。月儿为了假装普通，主动邀请邻居一起逛。黄昏雪上加霜，只能盼着赶紧完成任务，回到休息日模式。情报中说，他们让一只企鹅吞下了装有胶片的胶囊，走私了进来。接受人还没有现身，无论如何都要藏在敌对组织面前收回胶片。于是黄昏提出去企鹅乐园看看，但谁能想到企鹅乐园里有整整200只企鹅，到底哪个才是任务目标啊？根本没有时间一一检查，而且接收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现形。发现了黄昏正在执行任务，好闺女阿尼亚集中精神去读企鹅的心，很快发现一只不对劲的企鹅，对方不停的喝水又吐出来，很可能是嗓子里卡了东西。被阿尼亚提醒之后，黄昏借口买饮料离开，假扮成了第一天上班的饲养员，混入了企鹅馆。只能说不愧是最强特工，只是大致看过一遍名字之后，就完美记住了所有企鹅的品种、花纹以及名字。不过还没来得及接近任务目标，他就先被一群贪吃的企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为了能早点回去不惹怀疑，黄昏抢过鱼桶，飞快地给企鹅分发好了食物。他早就通过观察老鼠的动作，记住了每只企鹅的进食方式、习惯以及群体的站位。主人惊呆了，现在的新人都这么卷的吗？成功控制住了局面之后，黄昏借口去诊疗室带走了目标企鹅。果然发现这倒霉孩子嘴里卡着东西，脚底也有记号。而正当黄昏打算将东西取出来的时候，一个自称海洋生物研究所的教授出现，要带走企鹅，并向他出示了证件。黄昏淡定地接过证件，闻了闻，再用水一抹，证件上的字很快就花了。很明显，证件是伪造，身份被识破。男人大惊失色地从怀里掏出枪，被黄昏用水桶击落之后落荒而逃。黄昏抱着企鹅腾不出手，只好咬牙放弃追击。这一幕被偷偷跟来的阿尼亚看见，男人逃走之后，准备去通知伙伴杀人越货，突然身体一沉，阿尼亚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，并朝着月儿大喊：“母亲，阿尼亚被诱拐了！”月儿大怒，对着男人一记正义铁脚，使其自挂东南枝。路过的黄昏都惊呆了。在一家3口的合力之下，胶片被成功回收，还从被捕人那里问出了恐怖组织的情报。但黄昏迟迟没有回来的行为，再次引起了邻居大妈的怀疑，这个渣男绝对是出轨了。好在黄昏及时抱着企鹅玩偶回来了，解释场馆里有企鹅名字赢奖励的挑战，他想赢玩偶送给阿尼亚，挑战了很多次才成功，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。阿尼亚默默盯着说谎不眨眼的黄昏，明明他一次就成功了。月儿觉得较真的黄昏真可爱，邻居也成功对黄昏改观，原来还真是个长得帅的好父亲啊。黄昏脸上笑嘻嘻，心里秒肾虚，小的行动勉强稳住了阵脚。他已经受够了这种高强度的工作，计划着请个长假好好休息。回家就看见了笑眯眯的老婆孩子，刚冒出的念头就被自己掐灭了。在没有创造出让孩子们不会哭、没有战争的世界之前，没有时间给他休息。至于那个被黄昏冒充的新人，刚醒来就被告知升职，主任点着头，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。得到了新玩偶的阿尼亚回家后玩起了间谍游戏，拖着大企鹅参观基地，还想偷偷潜入父母的房间。要知道这2个，一个杀手一个间谍，房里能有好东西？黄昏一把拽住阿尼亚，生气地训斥了一顿。阿尼亚委屈地哇哇大哭，嚷嚷着要离家出走。黄昏当真了，情急之下拖过企鹅玩偶，开始阿尼亚最喜欢的角色扮演。夫妻双双被阿尼亚拉去大街上丢人。之后阿尼亚买到了花生，心情好转，福姐一家成功度过危机。间谍过家家第1季完结。